午夜11点半，忙碌了一整天的小丽终于结束加班，走出办公大楼，她揉了揉发酸的肩膀，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座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累死了。发动引擎，她习惯性的打开手机导航，设定回家的路线。导航显示了一条平常不会建议的路线，穿过城郊的清源桥，可以缩短10几分钟的车程，刚好快点回家。他嘀咕着，踩下油门。这时他的手机响起，是好友阿婷打来的。你还没下班吗？还在加班？小丽顺手回复，刚刚终于结束离开了，我开车在路上了，现在准备经过清源桥。阿婷的回复几乎是秒回的。哈，你怎么走那里？那里可以走了吗？你经过时千万要小心，不要乱说话哦。哈哈，怎样有鬼哦？小丽，我是认真的。如果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，千万别回应。小丽失笑，阿婷一向迷信，但她自己是个无神论者，从来不相信鬼神之说。行啦，我这么累，哪有时间理那些有的没的？先这样咯，我先开车挂了哦。挂掉电话后，她随手把手机放在一旁，全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当她开到清源桥时，天气变得诡异起来，微风渐渐转为冷冽的夜风，车内的温度也降了几度。出于调皮，小丽轻笑着，故意对着窗外说：“有人要搭便车吗？”话一刚说完，她的耳边就传来一阵细小的声音：“载我。”她猛地转头，但四周空无一人。是我的错觉吗？她嘀咕道，踩下油门离开。然而她没注意到，后座的黑暗处开始有一道模糊的影子慢慢浮现。不知道为何，小丽觉得这条路是导航跳出来最近的路程，但却开了好久好久。突然间，她看到远处右前方的汽车闪着双黄灯，看起来像是出了什么事故停在路边，于是便放慢车速，小心地开过去。随着车子越靠越近，她发现除了一台闪着双黄灯被撞烂的车子，前面竟然还有一个人盖着白布。一阵大风将白布吹开，脚下露出一截断肢。哇，不会吧，是死了人吗？小丽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战，便油门一踩加速通过。通过事故现场时，她心惊胆战地又瞄了一眼后照镜，却发现事故现场竟然多了许多盖着白布的人。惊魂未定的小丽在行驶途中觉得车内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。为了缓解心里奇怪恐惧的感受，小丽打开了广播，播着播着，广播突然发出一阵杂音，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窜了出来：“载我回家。”小丽皱眉，伸手关掉广播，心里嘀咕：该换个车了，这音响快坏了吧？不经意的，她透过后视镜扫视了一眼，后座上竟然有一个黑影。她心脏狂跳，猛地回头，后座空无一人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安慰自己：可能是太累了，是错觉吧。她强迫自己专注在驾驶上，尽快开回家。然而此时，导航却自动变更路线，不管她怎么调整，荧幕始终显示最短回家路线已更新。更诡异的是，导航的机械声音变成了一种模糊、冰冷的语调：“载我回家。”小丽的手心开始冒汗，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这一切不对劲。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她决定先在路旁的一间偏僻加油站停车。加油站里站着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，原本看起来睡眼惺忪，但见到他时目光却异常警惕。“小姐，你刚刚是从哪里来的？”“清源桥，怎么了吗？”“你怎么可能从那条桥过来？”“哈，为什么这么说？”小丽不解地问着。“因为那条桥。”这时候来了一位年约50岁的中年男子，打断了正要说话的年轻店员。“小迪，别多嘴，只管加你的油就好了。”年轻男店员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些什么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“小姐，你自己小心。”
中年男子低声地对小丽说。小丽皱眉，感觉这老板的态度怪异，却也没多想，付了钱，转身回到车上。这时候的小丽一心只想赶快回家，于是便发动引擎，继续跟着导航前进。开到半路，原本播着音乐的广播突然爆出刺耳的杂音，手机荧幕闪烁，一条讯息跳了出来。不是问我要不要打电车吗？瞄到讯息后，小丽突然急刹车，赶快把手机拿起来，吓得想把讯息划掉，却一不小心打开了照相机。下一秒，照相机咔嚓一声，自行拍了张照片。手机荧幕上跳出了一张模糊的照片，照片里小丽正坐在车内，而她的后座有一个女人满脸青紫，对着她诡异的微笑。她的呼吸瞬间停止，全身发冷。要出发了吗？她的耳边响起那个声音，然后后座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和一阵女人的笑声。一股凉意从背后袭来，小丽再也忍不住，颤抖地回头看去，一张青紫的女人脸近在咫尺地贴在她的脸庞。漆黑的夜里，只剩下小丽的尖叫声。天微微亮，小丽的白色轿车闪着双黄灯，停在空无一人、泛起浓雾的产业道路的路边。小丽突然惊醒，醒来后感到全身酸痛，头痛欲裂。我这是在哪里啊？突然间，她想到昨天的状况，赶紧回头看后座，什么都没有。强撑着身体，她用最快的速度开回家。一到家，小丽赶紧倒了杯热红糖水，再打开电视新闻，喝着糖水暖暖身子，安抚一整晚受到惊吓的身心灵。突然间，她被一则插播新闻所吸引。幽林乡的清源桥于昨日晚间9点开始举行封桥超度仪式，从农历7月1号开始，连续15天举行封桥祭拜，至农历7月15号为止。由于清源桥本身弯度幅度较大且较长，至今已导致99人因车速过快而命丧于此，许多人行经至此都发生过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。当地居民为求平安，便封桥祭拜，以告慰亡灵。尘封已久的清源桥经过修整后，将于下个月1号开始启用。这座对外连通桥的启用，相信一定能再度为当地居民带来许多便利。小丽看完这个新闻，一脸震惊。我昨天怎么会开上这桥的？顿时她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可能是整晚没有休息。她打算再去床上躺一躺。就在她离开沙发起身回房间时，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个讯息声。小丽漫不经心地点开讯息，映入眼帘的是斗大的几个字：